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追风者185轮重播创纪录，探索新境，连续2年斩获国际大奖。王一博为何总能把不可能变成现实？6月刚刚开始，王一博就用2份极具分量的成绩单，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。一边是他发起并深度参与的纪实节目《探索新境》第2季荣获第47届泰利奖铜奖，实现连续2年获得国际权威奖项的突破。另一边则是他主演的电视剧《追风者》完成全国第185轮重播，刷新国产电视剧长尾传播纪录。如果说其中任何一个成绩单独出现，都足以成为娱乐圈热议的话题，那么当这2项成绩几乎同时到来时，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个问题：王一博究竟已经走到了怎样的位置？很多人习惯把他归类为顶流，但在我看来，2026年的王一博早已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流量明星，因为流量会过期，而作品不会，热度会消散，而影响力会沉淀。而王一博这些年的发展轨迹，恰恰就是从流量向价值的不断转变。先说探索新境，对于很多观众来说，这或许只是一档纪录片节目，但如果真正了解这个项目背后的制作难度，就会发现它的价值远超大众想象。泰利奖是什么概念？它被称为电视界奥斯卡之一，每年吸引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部作品参赛。评审团成员来自 BBC、HBO、Discovery 等国际顶级机构，能够进入最终评选已经十分困难，而连续2年获奖更是凤毛麟角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探索新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纪录片，它并非由国家级电视台主导，也不是国际传媒集团投资制作。它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发起人是一位娱乐圈艺人，这在国际纪录片领域其实并不常见。过去大众对于明星拍纪录片总会存在一种天然怀疑，是不是作秀？是不是营销？是不是提前设计好的剧本？但探索新境播出之后，很多质疑慢慢消失了，因为镜头不会说谎。荒漠里的风沙是真的，高原上的缺氧是真的，悬崖上的危险也是真的。节目里没有精修滤镜，没有夸张配乐，甚至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冲突，有的只是一个探索者面对自然时最真实的状态。这一点恰恰是国际评审最看重的部分。纪录片领域有一个共识：技术可以学习，设备可以购买，唯独真实无法伪造。而探索新境最打动人的地方正是真实。从第1季到第2季，王一博没有把自己包装成英雄，反而不断展示自己的脆弱、恐惧和成长。这种克制反而让节目拥有了更强的人文力量。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研究专家曾指出，优秀纪录片的核心从来不是展示风景，而是展示人在面对世界时产生的思考。双引号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探索新境的成功并不意外，因为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。相比纪录片获奖追风者的185轮重播或许更加令人震惊。很多年轻观众可能不理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。在如今短视频盛行的时代，一部电视剧播出后能够维持半年热度已经不容易，1年后还能被观众提起，已经算成功。而追风者却完成了185轮重播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意味着从央视到地方台，从黄金档到日间档，全国电视系统持续不断地选择它。注意，
是主动选择。因为电视台的播出资源极其宝贵，能够不断被采购，不断被安排重播，本质上说明它具备持续吸引观众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观众愿意看，电视台愿意播，广告商愿意投，三者缺一不可。这也是为什么业内一直有句话：首播成绩决定上限，重播成绩决定地位。显然，追风者已经完成从热门剧到经典剧的跨越。谈追风者，绕不开魏若来。说实话，在电视剧播出前，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个角色，因为成长型人物最难演，演轻了，观众觉得平淡；演重了，又容易显得刻意。但王一博最终交出的答卷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。魏若来的魅力不在于无所不能，恰恰相反，他会迷茫，会犹豫，会害怕，甚至会犯错。而正是这些缺点，让角色拥有了真实感。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专家曾分析，优秀演员塑造角色，不是展示情绪，而是让观众理解情绪产生的过程。双引号。魏若来之所以深入人心，正因为观众看见了他的成长轨迹，从青涩到坚定，从个人命运到家国信仰，每一步都层层递进。很多观众二刷、三刷追风者，看的已经不仅是剧情，而是角色成长带来的精神共鸣。这也是剧集能够持续重播的重要原因。4. 为什么王一博总能跨界成功？娱乐圈从不缺跨界的人，演员唱歌，歌手演戏，综艺咖拍电影，但真正成功的人很少。原因很简单，跨界容易，深耕很难。而王一博这些年最大的特点，就是每进入一个领域都愿意从零开始。拍无名时研究人物背景，拍热烈时训练街舞细节，参加赛车比赛时获得职业成绩认证，拍摄纪录片时亲身深入极限环境。他的成长方式一直是笨办法，一步一步积累，一点一点打磨。这或许不够快速，但足够扎实。所以人们会发现，他的成功看似突然，其实都是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几年关于王一博的舆论环境正在发生变化。曾经大家讨论的是，他红不红，资源好不好，流量高不高，而现在更多人在讨论，他的作品怎么样，下一个项目是什么。这其实是艺人成长的重要标志，因为真正被认可的演员，永远是靠作品说话。看看最近网友们的留言，纪录片连续2年获奖，真的太争气了。双引号，185轮重播太夸张了，电视剧界活化石级别。双引号，魏若来值得被更多人看到。双引号，从演员到纪录片创作者，他一直在突破自己。双引号，内娱少有的长期主义者。双引号，别人追热度，他在积累作品。双引号，这些评论或许并不华丽，但恰恰最真实，因为他们来自普通观众。回顾王一博近几年的发展，电影有《无名热烈》，电视剧有《追风者》，纪录片有《探索心境》，赛车领域持续取得成绩，商业价值稳居行业前列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正在逐渐建立一种属于自己的行业形象，可靠、专业、自律、长期主义。在这个流量更替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，这种特质显得尤为珍贵。很多艺人都在寻找爆红机会，而王一博似乎更愿意寻找长期价值。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，因为真正能走得远的人，从来不是跑得最快的人，而是始终坚持向前的人。探索心境连续2年获奖，
是国际专业领域的认可。追风者185轮重播是市场和观众共同给出的答案，一个代表专业评价，一个代表大众认可。当两者同时出现的时候，已经足以说明很多问题。未来的王一博还能达到怎样的高度？或许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属于他的故事远远还没有结束，而真正值得期待的，也许永远都是下一部作品。最后想问问大家，你认为追风者能够达到185轮重播，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？王一博最成功的角色是魏若来、无名中的叶先生，还是热烈中的陈硕？探索心境连续2年获得国际大奖，对中国纪录片行业意味着什么？未来你最期待王一博挑战电影、电视剧还是纪录片领域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一起讨论。如果喜欢本期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收藏并订阅频道，我们将持续为大家带来最新、最深度的明星人物解析与娱乐热点观察。我们下期见。